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千田卓哉先生所著的《人生比您想象的要短》这本书。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您知道自己只剩下1年的寿命，您将会如何应对呢？是会感到无比绝望，还是会全力以赴地享受剩下的时光呢？其实人生是非常短暂的，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长河中，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无论是伟人、富翁，还是掌握权力者的一国之君，最终都将如尘埃般消散。实际上，我们没有任何保证可以明天健康的醒来。不要说1年后，我们的人生甚至可能在1秒后就会结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认真的活在当下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享受短暂人生，极致愉悦生活的5种方法；第二，在只剩下1年的生命时，必须要做的5件事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享受短暂人生的极致愉悦生活的5种方法来开始解释。正如开头所说的，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，但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和使用方法，这短暂的一生也可以变得非常有意义。因此，在这里，我将首先总结一下享受短暂人生、极致愉悦生活的5种方法：一、放下不安和恐惧，死亡是至高的快感；二、品味人生最后1分钟的心跳；三、即使是伟大的僧人，死亡也是一次心跳加速的初体验；四、人生如游戏，享受过程胜过结果；五、在生命的最后1小时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具体解释这些方法。首先是第一个方法，放下不安和恐惧，死亡是至高的快感。如果将地球的历史用1天的24小时来比喻，人类的历史甚至还不到1分钟。如果我们使用公历，从耶稣诞生到现在的2000年，甚至不到1秒钟。而我们的一生大约80年的时间，也只占0.001秒左右。我们的生命真的像电光火石般迅速结束。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所有人的一生都会如此迅速的过去。那么，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本书的作者认为，死亡就像是入睡一样。在一些电视剧或电影等虚构作品中，死亡往往会表现为痛苦的场景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每个人都会像入睡一样来迎接最后的时刻。人在死亡的瞬间并不会感到痛苦，身体如果感到痛苦，意味着仍有生存的希望，身体在拼命挣扎，会感受到剧痛。然而，一旦身体接受了死亡的状态，痛苦就会消失，剩下的只是安然的入睡。死亡是最好的深度睡眠。如果在那一刻没有任何遗憾，我们就能进入至高的睡眠。然而，很多人还是会害怕死亡，担心死亡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以享乐主义所著称。享乐主义并不意味着沉迷于暴饮暴食，当时的希腊流行禁欲主义思想。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是对这种过度禁欲主义的反对。他留下了这样的话：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我们存在1天，死亡就不会来临。而死亡来临时，我们也不再存在了。这句话得以让人心头的重担得以卸下。死亡是我们人生中不必过多思考的问题。我们总是因为考虑那些无解的问题而产生焦虑和恐惧。为了消除不安，越是思考，反而越会加剧不安。为了摆脱不安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思考。死亡也是如此，只有不去思考死亡，我们才能真正接受它。这时，人生中的一切不安都会消失，我们就能尽情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，品味人生最后1分钟的心跳。宇宙的历史大约是138亿年，地球的历史大约是46亿年。早期使用石器的人类大约在200万年前出现。所以，如果把地球的历史压缩成1天的24小时，人类的历史其实还不到1分钟。同样，如果把宇宙的历史比作1天的24小时，人类的历史也只有10几秒钟。这足以说明宇宙和地球的尺度是多么宏大，而我们人类是多么的渺小。
既然人类的历史只有10几秒钟，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更是短暂至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一瞬间的人生对宇宙来说根本无关紧要。与宏大的宇宙相比，人类和尘埃毫无区别。如此思考，我们会意识到，我们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在生存，而是被赋予了生命。尘埃存在于世间，并非因为它有自己的意志或力量，而是宇宙无意中让它存在。同样，我们人类也被宇宙赋予了生命。在这样的认知下，我们应该感恩于这刹那的人生，同时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。那么，我们死亡的瞬间在物理上意味着什么呢？心脏骤停这个词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，死亡就是心脏停止跳动。尽管每个人的心跳次数会因体质和时间而有所不同，但一般来说，每分钟大约会有60次的跳动，即每秒跳动1次。哺乳动物的一生，心脏会大约跳动21次左右。但是平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心跳与人生最后时刻的心跳，其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因此，作为注定会走向死亡的人类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生最后的每一次心跳，特别是人生最后的60次心跳，每秒1次。这意味着我们人生的最后1分钟，没有什么时刻比这1分钟更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珍贵，也没有什么时刻比这1分钟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活着的喜悦。我们可能明天不会醒来，甚至在这一刻就可能会死去。因此，当您今晚入睡时，请通过感受脉搏来充分体验活着的幸福。您不需要去数心跳，只需感受每一次跳动即可。通过这样，在感受脉搏的同时入睡，您会深刻体会到活着真好，并逐渐进入梦乡。或许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这样，感受到自己的心跳，感受生命的神秘，从而迎接最美好的死亡。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，即使是伟大的僧人，死亡也是一次心跳加速的初体验。大家是否听说过色即是空这句话？色即是空意思是物质没有实质性的存在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在科学上也逐渐被证明是正确的。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学物理课中学到的原子核和电子。原子核周围电子飞行，形成一个原子。原子的尺度大约在100亿分之1米，而原子核则比这个还要小10万倍。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空间是极其稀疏的，这种稀疏状态就是物质的本质。因此，科学正在逐步证明物质几乎没有实质。既然所有物质的基本单位原子都是稀疏的，那么你我其实也是稀疏的存在。我们没有实体存在，为这些稀疏的存在烦恼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只要活着就是幸运的，保持这种放松的心态，才能有意义地度过剩余的时光。佛教中有一部著名的经文《般若心经》。《般若心经》原本是由600多卷的《般若经》凝缩成的，仅有262个字。因为将600多卷的内容压缩成262个字，这些文字几乎没有实际意义。因此，《般若心经》更多的像是一种咒语，重在口诵而非理解。据说这262个字可以理解为死后便知一切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在600多卷的般若经中，也无法解释清楚死亡究竟是什么。没有人经历过死亡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，人生的最后1分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体验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我们将经历从未有过的初体验，令人心跳加速。期待这一初体验，也是丰富剩余人生的秘诀。接下来是第4个方法：人生如游戏，享受过程胜过结果。大家有没有想象过死后的世界呢？作者偶尔会思考死后的世界，并表示，如果那里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也算是一种幸运，因为可以重新享受人生。人生就像一场游戏，我们不能抱怨我们被发到的牌，而是要想办法如何享受这场游戏。大部分我们的能力从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。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会一直贫困，然而重要的是，即使您出生在贫困的家庭，也可以过得很幸福。生活就是这样一场游戏，无论您手里的牌多么糟糕，
总会有逆转的方法，这也是人生游戏的有趣之处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是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，而不是能否真的取得胜利。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死后的世界，但是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也是一种幸运，因为可以避免许多我们在生活中犯下的罪行被揭露出来。请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我，在长达一生的旅程中，您犯下了多少罪恶？您认为你有信心进入天堂吗？几乎没有人能回答说自己一生中没有犯下过任何罪行。许多人在当回顾自己的一生时，都可能会认为自己会下地狱。耶稣曾对门徒们说过：“富人难进天堂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堂还容易。即使是富有的人，也很难进入天堂。”因此，对于经常拮据、心理压力大的人，进入天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，如果死后的世界不存在，那也算是一种幸运，因为我们能够避免进入地狱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死后的世界存不存在，我们都可以抱着幸运的心态来考虑这个问题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甚至可以不再考虑自己死后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在面对死亡时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和准备迎接死亡。同样的，就像我们在临死前的最后1分钟一样，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只能感受剩下的60秒，并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做好准备。此外，无论是1小时前、1天前、1周前，还是1年前，我们都无法做任何事情。我们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只能准备接受死亡的时刻。话虽如此，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最后的1分钟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1分钟什么时候会到来。不再纠结于自己离世后的事情，只需专注于当下，尽情地度过这有限的一生即可。接下来是第5个方法，在生命的最后1小时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。如果有人告诉您只剩下1小时的生命，您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呢？1小时等于60分钟，即3600秒。当听到只剩下1小时的生命的消息时，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绝望。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思考，这其实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因此，请珍惜这3600秒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您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。我相信您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您不愿意做的事情上。作者说，在想象自己只剩下1小时的生命时，他会感觉到兴奋。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是为了这1小时而存在的。那么，在这最后的3600秒里，你会选择做什么呢？每个人都会经历这3600秒，它将影响我们生活的幸福度。生活虽然短暂，却是由无数个3600秒所积累而成。我们如何度过这有限的时间，将决定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在只剩下1年的生命时，必须要做的5件事。在这里，我将给大家介绍面对只剩下1年的生命时，必须要做的5件事：1. 全心全意的感恩人生；2. 在生命结束之前一定要读的一本书；3. 策划一场完美的复仇；4. 为了充分燃烧生命而努力学习；5. 更加重视健康。首先是第1件事，全心全意的感恩人生。如果您知道自己只剩1年的生命了，你会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呢？20世纪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，人必须正视死亡，从恐惧中明白自己活着的重要性。为自己计划未来时，必须包括死亡。人不该只接受生命，而拒绝接受死亡。如果我们被告知只剩下1年的时间，我们一定会立即放下那些无谓的社交和不喜欢的工作，因为我们知道时间是宝贵的。然而事实上，无论是否被告知只剩下1年的时间，我们都可以把未来的每1年当作只剩下的1年来度过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丰富。只剩下1年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，因为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感恩每一个此刻的存在。接受自己的死亡，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，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接下来是第2件事，在生命结束之前一定要读的一本书。
如果只剩下1年的生命，作者特别推荐读的一本书是《歌德谈话录》。这本书记录了德国诗人作家艾克曼与著名作家歌德的对话，内容涵盖了从1823年艾克曼首次拜访歌德开始，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的9年间的对话。作者真诚推荐这本书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也赞誉它是德语文学的顶尖之作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一下。接下来是第3件事，策划一场完美的复仇。如果被告知只剩下1年的生命，作者建议大家考虑实施对那些无法原谅的人的复仇。在每个人的生命中，可能会遇到几个无法原谅的人。我们常认为无法宽恕他人是一件坏事，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责备自己狭隘。但是如果您只剩下1年的生命，那么善恶已经无关紧要了。如果不能宽恕他人，就要真实地表达这种感受，然后对他人实施复仇，同时宽恕自己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对那些无法原谅的前3名实施完美的复仇，即使只是计划，可能也会令您感觉到心情舒畅。如果能实现，那将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要对他人实施复仇，那也不要激情犯罪，否则可能会被关进监狱。大家应该尽情享受最后1年自由的生活。在这里我强调一下，这些只是作者独特的观点，我并不推荐大家实施完美的复仇，而是应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。接下来是第4件事，为了充分燃烧生命而努力学习。如果您的生命只剩1年，有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去做，那就是学习。或许有人会质疑说，既然都要死了，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作者认为，正因为即将面对死亡，所以才更应该去学习。有了这最后的1年时间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实际上，有人虽然罹患重病，但梦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，并在确保合格后才去世。有很多这种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可以抓住自己内心的强烈渴望，努力提升自己，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，这样才能让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学习，无论是健身还是其他领域，关键在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的全力以赴。因此，请大家务必在剩下的1年生命里，挑战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。接下来是第5件事，更加重视健康。当被告知只剩下1年的寿命时，务必要注意的是，不要过度饮酒或暴食。有些人在面对这样的宣告时，可能会感到绝望，从而不顾一切地放纵自己。虽然说话直接了点，但作者认为这是未能提前做好准备所导致的一种报应。那些因宣告寿命而惊慌失措的人，请务必停下来冷静思考。即使不是癌症，我们终将面对死亡，可能是其他疾病或意外事故导致，但死亡对每个人来说是共同的命运。因此，即使被宣告只剩下1年的寿命，也绝不应该不顾一切地过度饮酒或暴食。这样做只会让您活着的同时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有了1年的时间，您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您甚至可以坠入爱河，或者遇到治疗可以克服重病的机会，从而延长生命。只有那些关心健康并努力保持健康生活的人，才能最终得到运气和机会的青睐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